淝水之战的硝烟散去后，慕容鲜卑的慕容垂与慕容宏以及羌族的姚苌等人纷纷反叛，先后建立了后燕和西燕以及后秦等国，使北方的广袤大地再次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。而黄河以南的肥沃土地则被中晋占据。那么，慕容垂和姚苌等人是如何建国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慕容垂的反叛之路及苻坚的悲剧落幕。上期视频讲到，苻坚率领80余万大军攻伐西晋，却被东晋的8万北府军击败，前秦大军全面崩溃，唯独慕容垂的3万精兵得以保全。最后，慕容垂将所有部众交给苻坚，助其重返长安，从此赢得了苻坚的信赖。在此期间，吕光已经征服西域，西域的30余国归顺前秦。苻坚得知后，任命吕光为散骑常侍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。再来看慕容垂，回到长安后不久，慕容垂便请求前往邺城祭拜先祖，上书左仆射权益，极力反对，但苻坚不肯听从。慕容垂离开长安后，权益便秘密派兵在他经过的桥下埋伏，慕容垂则在两马台扎了草筏渡河而去。12月，慕容垂等人到达邺城，准备进城参拜宗庙，但驻守邺城的苻丕怀疑他有叛逆之心，不准进城，而是让他驻扎在邺城以西，亲自前来相见。苻丕走后，慕容垂便与前燕的旧臣们暗中联系，准备重建燕国。10月向苻丕进言说，慕容垂不能忠于前燕，怎么可能忠于我们呢？而且他作为逃亡的俘虏，主上却给予他功臣般的恩宠，如果现在不将他除掉，日后必成大患。但苻丕优柔寡断，没有听从。慕容垂则让儿子慕容农等人驻扎在邺城以西，他自己则率军准备前往安阳。从邺城赶来的闵亮等人将10月和苻丕的对话告诉了慕容垂，慕容垂怒斥道：“我忠于苻氏，而苻氏却想谋害于我，即使我想继续效忠，恐怕也没有机会了。”于是他便以兵少为由，在河内郡开始招兵买马，短短数日，他就招募到了8000勇士。就在这时，驻守在洛阳附近的丁陵人翟斌发动了叛乱，准备攻打驻守洛阳的苻辉。苻辉连忙向慕容垂求援，慕容垂便对苻飞龙说：“寇贼距离不远，我们昼夜行军，便可向他们发起突袭。”苻飞龙觉得有理，便同意了他的计谋。然而半夜时分，慕容垂却击鼓为号，前后夹击之下，全歼了苻飞龙的低族将士。至此，反叛前秦的序幕正式拉开。慕容垂派人通知慕容农等人起兵之事后，亲率大军渡过黄河，准备攻打翟斌。慕容农等人立即率军离开邺城，前往猎人，即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。而翟斌却在前燕旧臣们的说服之下，推举慕容垂为盟主，归顺于他。慕容垂便率军东进，到达了荥阳，然后他自立为燕王，后燕政权建立。他认为洛阳是4战之地，北面还被黄河阻隔，不如北取邺城，进而图谋天下。于是他率军渡过黄河，兵锋直指邺城。慕容农等人到达猎人后，召集到了鲜卑和乌桓旧部的数万之众。苻丕得知后，连忙让10月率领万余部众前去讨伐，结果却被慕容农的大军打败，10月被斩。不久，慕容垂率军抵达邺城附近，召集前燕的旧部以及其他反秦大军20余万，对邺城发起猛攻，但久攻不下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修筑长围，与秦军展开对峙。他将所有辎重都囤放在肥乡，修筑了新兴城，然后他便率军前往新兴城，故意留出退路，希望苻丕能够知难而退。然而苻丕不但没有离开邺城，还派遣使者前往东晋请求支援。谢玄便派遣刘牢之率领2万北府军前来救援。385年2月，刘牢之率军到达方头，然后他向驻守孙旧栅的刘府发起攻击，慕容垂亲自率兵赶来救援，刘牢之战败，退往了黎阳。4月，刘牢之再次向慕容垂发起攻击，慕容垂战败后退往新兴城，刘牢之则乘胜追击，一直追到武桥泽，即今天河北省广宗县以北，结果却被慕容垂打败，刘牢之单骑逃走。之后，苻丕和慕容垂便再次展开了长久的对峙。那么，苻坚为何不从长安派兵前来支援苻丕呢？
原来慕容垂起兵后不久，他的侄子慕容宏和慕容冲也相继在华阴和河东郡起兵。384年，慕容冲率军2万前去攻打驻守蒲坂的伏羲，战败之后投靠了慕容宏。至此，慕容宏的部众迅速扩展到了10余万众。苻坚派遣苻睿率领5万大军前去抵抗，任命姚苌为司马。慕容宏得知后非常害怕，准备率军逃往关东，而苻睿则鲁莽轻敌，不听姚苌的劝告，贸然率军前去截击。两军在华泽展开激战，结果兵败之后被杀。姚苌连忙派人前往长安向苻坚谢罪，结果却被苻坚给斩杀了。姚苌非常畏惧，逃往了渭北之地。当地的豪族张骞等人推举姚苌为盟主，姚苌便自称万年秦王，建立了割据政权，史称后秦。慕容宏派遣使者告诉苻坚说，家兄慕容垂已经平定了关东，希望陛下能将我们的皇帝慕容伟以及宗室大臣送往邺城。从此之后，我们燕国和秦国将以虎牢关为界，各自统治，永久友好。苻坚听后勃然大怒，立即让慕容伟给慕容垂和慕容宏写信，劝他们投降。然而，慕容伟不仅支持慕容宏等人，还在长安城内秘密召集旧部，准备暗杀苻坚。消息泄露后，苻坚大怒，将慕容伟和宗族大臣以及城中的鲜卑族男女老幼全部诛杀。慕容宏得知后，便更改年号，建立政权，史称西燕。然后他率军向长安进发。6月，慕容宏的谋臣们觉得慕容宏的德望不如慕容冲，于是杀掉慕容宏，立慕容冲为皇太帝。7月，慕容冲的大军到达了距离长安200余里的地方。苻坚得知后，让苻辉和苻林率领5万大军前去迎战，结果苻辉战败，苻林被杀。慕容冲便率军进驻了阿房城，然后在阿房城称帝。接着，他派遣将领高盖率军夜袭长安，攻陷了南门之后，进入了南城。然而，前秦的将士们奋勇抵抗，斩杀了西燕的士兵800多人，并将尸体分而食之。随后，前秦的太子苻弘率军攻打高盖，斩杀了3万多人。杨定率领精骑2500人，击败了西燕大军，俘虏了1万多人，全被活埋。385年5月，慕容冲率军攻入长安，苻坚身披铠甲督战，被刘建射中后浑身是血，终于将燕军给赶了出去。之后，苻坚让杨定率军在城西进攻燕军，结果兵败之后，杨定被俘。苻坚非常恐惧，将后事交付给太子苻弘后，带着苻申和张夫人等数百人逃往了武江山，即今天陕西省临游县庙底村。而苻弘则带着母亲和宗室男女数千人逃往了东晋。慕容冲便率军进入长安城，纵兵大肆掳掠，死者不计其数。10月，慕容冲派遣高盖率领5万大军进攻后秦，双方在新平郡的南面展开激战，结果西燕战败，高盖率领数千人投降，姚苌封他为散骑常侍。从此之后，慕容冲便偃旗息鼓了。他自从进入长安城后，便开始安于享乐，准备久居关中。而且他畏惧后燕的慕容垂，不敢率军东归。可是他属下的鲜卑族将士们思念故土，因此非常怨恨于他。最后，左将军韩延顺应众心，斩杀了慕容冲，拥立将领段绥为西燕王。可是段绥并不是慕容氏的宗亲，同年3月，他就被慕容恒等人杀害后，拥立慕容乙为西燕王。至此，西燕的政权得以稳固。我们再来看后秦的姚苌，他得知苻坚逃往武江山后，立即派遣吴忠率军围剿，苻坚的部众纷纷逃散，只剩下数十人跟随。最终，苻坚被秦送往了新平郡。姚苌向他索要传国玉玺，却遭到了苻坚的怒斥，姚苌便将他缢杀于佛寺之中，终年48岁。至此，前秦的势力便只剩下了邺城的苻丕。由于军粮耗尽，他只能率领城中的6万男女离开邺城，向西进发。当进入济阳城时，他才听说父亲苻坚已经被杀，于是他便在济阳举哀之后称帝。而后燕的大军则趁机进入了邺城。12月，慕容垂率军前往中山，并自立为帝。再来看西域的吕光，由于北方大乱，苻坚给吕光的任命并没有送达西域。
此时，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了吕光的军中，他认为西域是凶亡之地，不宜淹留，所以建议吕光东还。吕光便用2万多头骆驼满载西域的珍宝奇玩，准备返回长安。然而走到凉州的时候，才得知苻坚已经被杀，苻弘逃往了东晋，而长安则被西燕占领。吕光无奈，只能命令大军为苻坚发丧，然后建立了以姑臧为都城的割据政权，史称后梁。氐族的杨定得知苻坚被杀后，也在当地豪族的支持下建立政权，史称后求之国，向东晋称藩。与此同时，拓跋鲜卑的拓跋圭也在牛川恢复代国，北魏政权建立。那么15岁的拓跋圭是如何建国的？六镇之乱和孝文帝改革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